我靠祖传的酿酒秘方和发小林浩合伙开了一家酿酒厂，1年净赚了800万。结果年底分红，发小却只甩给了我3万。酒厂是我开的，原材料是我买的，你不过是拿个破棍子搅搅坛子，连脑子都不用动。这3万，哥们儿够仗义了。我听了之后二话没说，转头拿着这3万买下了村里的臭水井。他们都以为我疯了。直到后来城里的大佬们都求我卖酒时，发小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年底分红这天，我看着桌子上仅有的3万块钱，脾气瞬间就忍不住了。耗子，当初我们合作的时候就说好了，你出场地，我出配方，赚了钱咱哥俩平分。你现在这是什么意思？听了我的话，林浩嗤笑一声，走到我面前朝我吐了一口烟圈。陈阳，你还以为自己的秘方是秘密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的方子早被我破解得一干二净。小麦多少斤，发酵多少天，哪一样我都心里有数了。不然你以为我跟着你屁股后3年是干嘛的？我怒气冲冲地瞪着林浩。此时林浩的妈妈王丽走了进来。陈阳，我劝你拿着钱赶紧滚，别再碍我家耗子的眼，把我家耗子气坏了，你可赔不起。我看着他们母子俩得意忘形的嘴脸，手指紧紧地攥成了拳头。这3年来，我每天凌晨3点准时起床智取，守着酒窖10几个小时不敢合眼。翻具的力度，贪凉的温度，封坛的时机，哪一样不是我从小练出来的分寸？毫不夸张地说，同样的配方，差1度温度，酿出来的酒就是天壤之别。可现在，他们竟然觉得酿酒就是照着方子称料加水，真是可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头翻涌的怒火，拿起桌子上的3万块钱。行，我走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出了这间由我亲自设计的办公室。不多时，我身后就传来了林浩和王丽计划得逞的笑声。笑吧，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从林浩家出来后，我没有回家，而是径直走向了村东头那个废弃了10几年的臭酒坊。那是我奶奶当年一手创办的。10几多年前，奶奶突然暴病身亡，酒坊就被村里收了回去，从此一直荒废着。我站在锈迹斑斑的铁门前，看着墙上斑驳的陈家酒坊4个大字，眼眶瞬间红了。随后，我掏出身上仅有的3万块钱，找到了村长，表示自己想重新租下臭酒坊。村长听说我要租臭酒坊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陈阳，你疯了！这破地方荒了10几年，墙都快塌了，你租它干什么？我要重新开酒坊。村长听了我的话，瞬间愣住了。村长愣了半天，随即叹了口气：行吧，看在你奶奶的面子上，3万块钱租给你5年，水电自己弄。签完合同，我拿着钥匙打开了酒坊的大门，一股混合着霉味、酒糟味和尘土味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呛得我直咳嗽。我没有急着清理屋子，而是径直走向了后院。奶奶当年说过，酒坊的后院藏着陈家酒坊真正的根。我拿着镰刀一点点割掉后院的杂草，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，涩得生疼。就在我清理到后院西北角的时候，镰刀突然碰到了一块坚硬的东西。找到了！我激动地蹲下身，扒开上面的泥土和杂草，一块巨大的青石板出现在了我眼前。石板下面是一口幽深的井，这难不成就是秘方里的古井？我家祖传的秘方有记载，说用含有特殊矿物质的井水制酒，这酒才能成为真正的好酒。当初和林浩办酒厂的时候，我提起过这件事情，林浩却不以为然，于是我就没有再提过。可酿出来的酒终究是差了几分滋味。就在我正高兴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。是陈阳老弟吗？我是周万山啊，那边的酒还有吗？我这边客户催着要货呢。听到周万山的声音，我心里一动，他是省里最大的白酒经销商，也是当年被奶奶救过一命的人。20年前，周万山跑运输出了车祸，躺在路边没人敢救，是奶奶把他背回了酒坊，还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他治病。从那以后，周万山就一直念着奶奶的恩情。我接手林浩酒厂的技术后，也是周万山一直帮我们销酒，才让酒厂的生意越做越大。周哥，我不在林浩的酒厂干了。电话那头的周万山愣了一下，随即语气变得严肃起来。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林浩那小子欺负你了？我把林浩用3万块钱把我踢走的事情简单跟周万山说了一遍。周万山听完气得破口大骂：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要不是你，他那个破酒厂早就倒闭了。陈阳老弟，你别难过，哥哥支持你，你想干什么，哥哥都帮你。周哥，我租下了奶奶当年的老酒坊，我要重新开一家酒厂，用奶奶真正的秘方酿酒。好，有志气。周万山的声音里满是赞赏。需要多少钱？你尽管开口，哥哥给你拿。不用太多，先给我拿20万启动资金就行。等我酿出酒来，第一批酒全部给你销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给你转钱。挂了电话不到10分钟，我的手机就收到了银行的到账短信，20万一分不少。看着手机上的数字，我心里一阵温暖。
随后，我安排工人们把井里的淤泥和杂物全部抽了出来。当井水重新变得清澈透亮的时候，我按照秘方里的方法，精选了小麦、大麦、豌豆等原料，按照比例加入净化后的井水，制成了曲坯，放进屋子里进行发酵。1个月后，第一批酒曲终于发酵完成了。我拿起一块酒曲闻了闻，一股浓郁的曲香扑面而来，夹杂着淡淡的酒香。就在我准备开始酿酒的时候，酒坊的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了。谁让你在这酿酒的？林浩带着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，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，随后双手插在裤兜里，吊儿郎当地打量着翻新后的酒坊。可以啊，陈阳，拿着我给你的3万块钱，还真把这个破地方收拾出来了。怎么，你也想学着我开酒厂？我冷冷地看着他。林浩，你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来劝劝你，别在这儿白费力气了。酿酒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没有资金，没有销路，你酿出来的酒只能喂猪。这样吧，你现在跟我回去，给我当个小跟班，我1个月给你开2000块钱，比你在这儿瞎折腾强多了。我一把甩开林浩的手，用不着。此时林浩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陈阳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告诉你，整个镇上的白酒市场都是我林家垄断的，得罪了我让你一瓶酒都卖不出去。听了林浩的话，我嘴角不由自主地勾起了一抹嘲讽的笑。我的酒能不能卖出去，就不劳你操心了。我劝你，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的酒厂吧。最近你酒厂出的酒，是不是每一批都不对味？听了我的话，林浩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。他没想到我连这个都知道，但很快他就恢复了情绪，梗着脖子冲我喊道：“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我的酒跟以前一模一样，卖得好得很。”我嗤笑一声，摇了摇头。一模一样。林浩，你以为抄了我的原料比例，记了个发酵芡数，就学会酿酒了？曲块要养到什么温度翻培，酒瓯要搅到什么程度入缸，封坛要用多少斤黄泥，这些手上的分寸，是你抄本子能学来的吗？你真是太天真了。林浩被我怼得哑口无言，脸涨得像猪肝一样。他猛地一脚踹翻了旁边的空酒坛。陈阳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破酒不能撑几天。咱们走。说完，林浩带着人骂骂咧咧地离开了酒坊。他们走后，我就全身心投入到了酿酒之中。没过多少日子，酒就酿好了。我尝了一口，这酒咽下去之后，喉咙里没有一丝辛辣感，反而有一股淡淡的凉香和曲香，回味悠长。这就是奶奶当年酿的酒的味道。奶奶，我终于成功了。可就在这时，酒坊的大门再次被人推开。酒坊的大门突然被推开，周万山一脸笑意地走了进来。他身后还跟着5个西装革履的男人，个个都是全国各地排得上号的白酒经销商。陈阳老弟，我给你带大客户来了。就在我刚要迎上去的时候，门外又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。哟，这么热闹啊！有啥好事跟我说说呗。来人竟然是林浩，他手里还拎着2瓶印着林家酒坊 logo 的精装酒。看到林浩，周万山的脸瞬间沉了下去。林浩，我们这里不欢迎背信弃义的人，请你滚出去！别呀，周总，我一早就看到你们进村了，都是生意人，别闹得那么难看嘛。不就是想买酒吗？我这儿也有啊。说着，林浩把手里的酒重重往桌子上一放。正好，我最近刚换了原料，比陈阳的好10倍。不如我们玩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我不耐烦看着林浩，眼神恨不得立刻把他撵出去。可林浩也不介意，继续开口道：甭演长久，要是我的酒赢了，周总们就去我家买酒；要是我的酒输了，我就跪下来给你磕3个响头，如何？说着，林浩从口袋里面拿出了几根黑布条。几个经销商互相对视一眼，顿时来了兴致，纷纷点头。行，就这么比，谁的酒好，我们就跟谁签全年的合同。可就在客户们蒙好眼准备参加比赛时，林浩又开口道：我也要参赛，我倒要尝尝陈阳用烂粮食酿出来的酒怎么和我比。我看着林浩志在必得的嘴脸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。随后我和周万山各倒了一杯酒，分别标上1号和2号，依次端到他们面前。所有人都先尝了1号杯。林浩瞬间激动了，不等别人说话就抢先开口：陈阳，不用比了，这杯肯定是我的。这绵柔的口感，这醇厚的良香，除了我用顶级原料酿的酒，谁能做出来？陈阳那破酒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味道。说完，他端起2号杯抿了一口，立刻噗的一声吐了出来。这什么破玩意儿？又苦又酸，跟刷锅水似的。这肯定是陈阳酿的垃圾酒。
也就配喂猪。5个经销商也纷纷尝完了2杯酒，不约而同地摘下了黑布。确实，1号杯好喝太多了，入口绵柔，回味悠长。2号杯口感太差了，发苦发涩，根本没法喝。林浩听完更加得意了。听见了吗，陈阳？我就说我的酒赢定了。我抱着胳膊冷冷地看着他。谁告诉你1号杯是你的酒的？那是我陈家老酒。陈阳瞬间大惊。你说什么？我抱着胳膊冷冷地看着林浩那张瞬间煞白的脸，一字一句地解释道。我说1号杯是我的酒。林浩瞬间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呆立在原地，眼睛瞪得快要凸出了，手指着我，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骗人！我骗你干什么？我拿起桌上的2个酒瓶，指着标签给他看。你自己看清楚，1号瓶是我刚酿成这样的酒，2才是你带来的名家酒夫。 5个经销商瞬间哗然，纷纷凑过来看酒瓶上的标签，确认无误后，脸上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刚才那杯又苦又涩的，居然是林家的酒。对，我之前喝的林家酒，虽然不比现在这杯好，但也没这么难喝，怎么才几瓶就变成这样？难怪最近很多客户投诉说林家的酒味道，原来真的是质量出了问题。林浩冲过来一把抢过酒瓶，对着标签看了又看，然后猛地拧开2号瓶的盖子，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。 林浩不死心，又倒了一杯自己的酒，硬着头皮喝了一口。这次没敢吐出来，却呛得剧烈咳嗽起来，眼泪都咳出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是按照你的配方做的，原料比例一点都没错，发酵天数也分毫不差，为什么味道差这么多？我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没有丝毫同情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酿酒不是照本宣科，同样的原料，同样的天数。 翻幽的力度差1分，摊凉的温度差1度，封坛的黄泥厚1分，酿出来的酒就是天壤之别。这些都是我奶奶传下来的手艺，是我10几年如一日练出来的分寸。你以为偷了我的配方就能抢走我的生意，真是太可笑了。周万山听了我说的话，也冷哼一声，走到林浩面前，指着他的鼻子骂道：“林浩，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？我跟你合作是看在陈阳的面子上。” 结果你倒好，把陈阳踢走了，自己瞎搞，把好好的一个酒厂被你做成了这个样子。从今天起，我周万山终止和你林家酒坊的所有合作，以后我的渠道再也不会卖你林家的一滴酒。其他5个经销商也纷纷附和。对，我们也终止合作。就你这酒的质量，卖给客户不是砸我们的招牌吗？林浩，你好自为之吧。5个经销商走到我面前，热情地握住我的手。陈老板。 您这酒的味道真是绝了，比当年您奶奶酿的还要好。我们想跟您签全年的独家经销合同，您开个价，我们绝不还价。我看着他们真诚的眼神，又看了看旁边面如死灰的林浩，点了点头。谢谢各位的信任，合同的事儿我们稍后细谈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，我的酒产量有限，每年只酿这么多，多了我也酿不出来。没问题，产量少没关系，只要酒好。 我们不怕卖不出去。林浩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，瘫坐在地上，手里的酒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明明偷了我的配方，明明占了所有的优势，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？我见状也没有再搭理林浩一句，直接带着周万山和经销商们走进了酒坊的会客室，开始商量合作的细节。我和经销商们的合作谈得非常顺利。周万山作为最大的经销商，拿下了本省的独家代理权，其他5个经销商分别拿下了周边5个省份的代理权。我们约定，第一批酒先给每家共500箱，后续根据销量再调整。签完合同，经销商们当场就把定金打了过来，加起来足足有100万。看着手机上的到账短信，我心里百感交集。几个月前，我还被林浩用3万块钱像打发乞丐一样赶出了酒厂。几个月后，我就凭借着奶奶的秘方和自己的手艺，拿到了100万的定金。这一切都要感谢奶奶在天有灵，也要感谢周万山的仗义相助。此时，周万山走到了我的面前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陈阳老弟，恭喜你啊！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成功。当年你奶奶的酒，那可是10里8乡都有名的。现在你把它发扬光大了，奶奶在天上也会高兴的。”我看着眼前仗义的周万山，不由得感激道：“周哥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就重新站起来。”周万山摆了摆手：“谢我干什么？我这是知恩图报。当年要不是你奶奶救了我一命，我早就死在路边了。再说了，你的酒确实好，我这也是在做生意，稳赚不赔的买卖。不过你这酒铺现在规模还是太小了，产量根本跟不上需求。我看你不如把旁边的地也租下来，扩建一下酒坊，
多建几个发酵池，这样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。说着，周万山就顺着自己的想法开始规划起外面的空地。我也跟着周万山的想法附和道：“周哥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等我办下来各种手续，我就开始扩建。不过我不会盲目扩大产量，酿酒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。要是为了产量降低了品质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”周万山闻言，赞赏地看着我：“说得对，现在很多酒厂为了赚钱，都用酒精勾兑，根本不用新酿酒。你能坚持品质，这才是最难得的。放心，不管你酿多少，我都能给你卖出去。”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先办理了各种许可证，随后就全身心投入到了酿酒和发货的工作中。村里的人听说我在老酒坊酿出了好酒，还和城里的大经销商签了合同，都纷纷过来看热闹。一开始还有些人抱着怀疑的态度，觉得我肯定是在吹牛，但当他们尝过我酿的酒之后，都赞不绝口。陈阳这孩子真是继承了他奶奶的手艺啊，这酒太好喝了，比林浩家的酒好喝100倍。难怪林浩的酒厂现在不行了。当初林浩把陈阳踢走的时候，我就说他早晚要后悔，现在果然应验了。还有些村民喝了我的酒，笃定我以后会大卖，便主动提出要来酒坊帮忙，我也欣然同意了。我给村民们开的工资比镇上的工厂还高，还包吃包住，大家都干得非常起劲。没几天，村长也过来了，看着热闹的酒坊，笑着对我说：“陈阳啊，你可真给咱们村长脸。当初你租这个破酒房的时候，我还担心你干不成，没想到你这么有本事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村长，这都是多亏了您当初肯把酒坊租给我，要是没有这个老酒坊和这口古井，我也酿不出这么好的酒。”村长听了我的话，连连摆了摆手：“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奶奶当年可是咱们村的大好人，谁家有困难他都帮。现在你有出息了，也别忘了帮衬帮衬村里的乡亲们。”听到村长的话，我停下手中的活，注视着村长的脸，认真的说道：“您放心吧，村长，以后我酒坊需要的小麦、大麦、豌豆这些原料，全部都从咱们村里收购，价格比市场价高2毛。而且酒坊扩建后还会再招20个工人，优先招咱们村里的人。”村长一听，眼睛都亮了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！咱们村的年轻人大多都出去打工了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妇女，种的粮食卖不上价，也找不到活干。你这么做可是帮了咱们村的大忙了。消息传开后，村里的人都高兴坏了，大家纷纷把家里存的粮食拉到酒坊来卖，我都按照说好的价格收购，1分钱都不欠。那些想来酒坊干活的村民，我也都一一安排了合适的岗位。一时间，陈家酒坊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，每天都人来人往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而另一边，林家酒坊却冷冷清清，门可罗雀。那天，林浩灰溜溜的回到家后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摔了整整1下午的东西。王丽看着满地的狼藉，心疼的直跺脚：“我的儿啊，你别摔了，这些东西都是钱买的。”林浩猛地转过身，眼睛通红的吼道：“钱！你就知道钱！现在酒厂都快闭了，我要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？”王丽听了林浩的话，不解地问道：“怎么会倒闭呢？我们不是有陈阳的配方吗？怎么会酿不出好酒？我怎么知道？”林浩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：“我明明是按照他写的步骤一步一步做的，可酿出来的酒就是又苦又涩，根本没法喝。那些经销商也都是白眼狼。”王丽听了之后，眼珠一转，凑到林浩身边，小声说：“儿啊，你说会不会是陈阳那小子故意留了一手？他根本就没把真正的配方展现给你。”林浩摇了摇头：“不可能，我跟着他3年，他做什么我都看在眼里，原料比例、发酵天数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绝对没有错。”王丽皱着眉头说：“那怎么会这样？难道酿酒真的有什么诀窍，是我们学不来的？”林浩听了这话，脾气又上来了：“管他什么诀窍，我就不信我斗不过陈阳！我偏不让他如愿，我要让他知道，在这个镇上谁说了算。”他先是跑到村里的小卖部，逢人就说：“你们可别买陈阳的酒，他那酒是用村东头的臭水井酿的，那井水10几年都没人用了，里面全是细菌和虫子，喝了会拉肚子。还有啊，他为了让酒更香，往里面加了香精和色素，都是对身体有害的东西，你们可千万别上当。”一开始还有几个不明真相的老人信了他的话，议论纷纷，但很快就有人站出来反驳了：“林浩，你别在这胡说八道，我儿子就在陈阳的酒坊干活，我天天去酒坊送饭，那井水清澈得很，比咱们家的自来水都干净，而且已经取得相关的资格证呢。”就是陈阳酿酒用的都是咱们村里种的粮食。林浩被大家说得哑口无言，灰溜溜的走了。造谣不成，林浩又想出了一个歪招，抢原料。他跑到村里挨家挨户的说：“你们把粮食卖给我吧，我给你们比陈阳高5毛的价格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”他以为这样就能把村里的粮食都抢过来，让我没有原料酿酒。可没想到村民们根本不买他的账。我才不卖给你呢！陈阳给的价格虽然比你低一点，但他当场就给钱，从不拖欠。你呢？上次你收了老张的粮食，欠了人家半年的钱都没给。就是，陈阳是个实在人，跟着他干放心。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，谁知道你会不会赖账？再说了，陈阳帮咱们村解决了这么多就业问题，我们怎么能拆他的台呢？就这样，
林浩跑了一整天，只收到了几户和他家沾亲带故的人家的粮食，而且价格比市场价高了5毛，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。他气得直骂娘，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看着仓库里那一点点粮食，林浩咬了咬牙，又想出了一个更恶毒的主意，破坏古井。林浩觉得我的酒之所以好喝，全靠那口古井，只要把古井毁了，我就酿不出好酒了，到时候他的酒厂就能起死回生。这天晚上月黑风高，林浩偷偷摸摸地来到了我家酒坊的后院，手里拿着一把铁锹和几袋水泥。他趁着酒坊的工人都下班了，想把水泥倒进古井里，把井给堵死。可他刚走到古井旁边，就被巡逻的工人发现了。谁在那里？随着一声大喝，几道手电筒的光束照了过来，正好照在林浩的脸上。林浩吓了一跳，手里的铁锹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。巡逻的工人认出了他，惊讶地说：“林浩，怎么是你？你大半夜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林浩瞬间尴尬极了，眼神不断的躲闪，嘴里也结结巴巴的：“我随便走走。”随便走走，你拿着铁锹和水泥干什么？工人指着地上的水泥袋质问道：“你是不是想把古井给堵了？”林浩看了一眼地上的水泥袋，心虚的急忙否认：“我没有，我不是。”巡逻的工人听了林浩的话，也不想跟他绕弯子了。还说没有？这古井是陈阳的命根子，也是咱们村的宝贝，你居然想毁了它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林浩见事情败露，索性破罐子破摔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别多管闲事，我今天就是要把它堵了，都给我起来！你敢？你要是敢动古井一下，我们就跟你没完！”工人们都愤怒了，纷纷围了上来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，我和周万山听到动静赶了过来。怎么回事？一个工人指着林浩说：“陈阳，你可来了！林浩大半夜跑到这里，想把古井给堵了，幸好被我们发现了。”听了工人的话，我眼神冰凉地盯着林浩。林浩，你太过分了！林浩冷笑一声：“过分？我再过分也比不上你陈阳过分。你抢走了我的经销商，抢走了我的生意，现在全村的人都向着你，我倒要看看没有了这口井，你还怎么嚣张！”我听了林浩的话，我被气得笑了。我抢走了你的生意，当初是你用3万块钱把我踢走，是你自己不好好酿酒，把酒厂搞砸的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这口古井是我奶奶当年挖的，是陈家酒坊的根，你不仅偷了我的配方，还想毁了我的根，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说完，林浩就准备搬起来水泥袋往井水里面投放，结果林浩刚开始动作就被巡逻的工人死死地控制住了。我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林浩，你真是无可救药。我本来不想跟你计较太多，但你一次次的挑衅我，还想破坏古井，我不能再纵容你了。林浩听了我的话，瞬间警惕地看着我。你想怎么样？我笑了笑，我不想怎么样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准再踏入我家酒半步。要是再让我发现你搞什么小动作，我就把你做的这些事告诉镇上所有的人，让大家都看看你林浩是什么样的人。林浩看着周围愤怒的工人，知道自己今天讨不到任何好处，只能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灰溜溜地跑了。看着林浩的背影，周万山叹了口气：“这个林浩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”我听了周万山的话，淡淡的说道：“随他去吧，他要是再敢来捣乱，自然有人收拾他。”果然没过多久，林浩就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。世间万事皆空，唯有因果不空。那些被林浩欠了粮食钱的村民，听说他想破坏古井，都气坏了，纷纷跑到林家酒坊去要钱。林浩拿不出钱，只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。王丽被村民们堵在家里，骂得狗血淋头，最后只能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抵债，才把村民们打发走。经此一事，林浩在村里的名声彻底臭了，大家看到他都绕着走，没人愿意跟他说话，更没人愿意跟他做生意。而林家酒坊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，因为没有原料，酒厂已经停产了，仓库里积压了几千箱劣质酒，根本卖不出去。因为林浩经常吃喝玩乐，挣的钱早就被他霍霍完了，并且还背有贷款，他的贷款也快到期了，人家天天打电话催债，林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走投无路的林浩又想出了一个铤而走险的办法，用食用酒精勾兑酒。他觉得反正现在也没人买他的酒，不如用酒精勾兑降低成本，然后低价卖给那些小饭馆和小卖部，说不定还能挽回一点损失。王丽一开始还担心：“儿啊，这样行吗？用酒精勾兑的酒，喝了会不会出事儿啊？”林浩听了之后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能出什么事儿？现在很多酒厂都是这么干，不也没事儿吗？只要喝不死人就行。再说，我们现在都快破产，不这么做，难道等着人家把房子收走吗？”王丽想了想，觉得林浩说的有道理，也就不再反对了。于是林浩从外地低价购进了一大批食用酒精和香精，开始在酒坊里勾兑酒。他把酒精加水稀释，然后加入香精和色素，调出和白酒差不多的颜色和味道，然后贴上林家酒坊的标签，低价往外卖。一开始还真有一些贪便宜的小饭馆和小卖部买了他的酒。林浩看着手里的钱，得意洋洋地对王丽说：“妈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只要肯动脑子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等我把这些酒都卖出去，还了贷款，我再跟陈阳好好斗一斗，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他。”可他高兴得太早了，没过多久就出事了。镇上有几个农民工在一家小饭馆喝了林浩勾兑的酒之后，都出现了头疼、恶心、呕吐的症状，住进了医院。消息很快就传开了，大家都知道了林浩用酒精勾兑酒的事，纷纷骂他丧尽天良。这个林浩真是太黑心了，居然用酒精勾兑酒卖给人喝，这不是谋财害命吗？幸好我没买他的酒，不然现在躺在医院里的就是我了。以后再也不买林家酒坊的酒了，白给都不要。那些买了林浩酒的
的小饭馆和小卖部也都纷纷把剩下的酒退了回来，要求林浩赔偿损失。医院里的农民工的家属也天天跑到林家酒坊，要求林浩赔偿医药费和误工费。一时间，林家酒坊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林浩彻底慌了，他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。他想跑，可贷款还没还，农民工的赔偿也没给，他根本跑不了。王丽看着眼前的烂摊子，急火攻心，一下子就晕了过去。林浩手忙脚乱地把王丽送到医院，医生检查后说，王丽是因为情绪激动导致的中风，虽然保住了命，但下半辈子可能都要瘫痪在床了。这个消息对林浩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林浩看着躺在病床上不能说话也不能动的王丽，又想到自己即将破产的酒厂和巨额的债务，终于崩溃了。他蹲在医院的走廊里抱头痛哭，他后悔了，他后悔当初不该背叛我，不该偷我的配方，不该把我赶出酒厂，贪得无厌，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。可现在后悔已经晚了。林浩用酒精勾兑酒的事很快就传到了我的耳朵里。周万山找到我，气愤地说道：“这个林浩真是太不像话了，居然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！现在好了，自食恶果了吧？”我沉默了半天，叹了口气。其实他本来不用走到这一步的，如果他当初能好好跟我合作，踏踏实实酿酒，我们现在都能赚大钱。可他太贪心了，也太自以为是。他以为偷了我的配方就能成功，却不知道酿酒最重要的不是配方，而是人心。周万山点了点头。是啊，做生意和酿酒一样，都要讲良心。偷奸耍滑、坑蒙拐骗，最后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没过多久，林浩的酒厂就彻底倒闭了。他把酒厂和家里的房子都卖了，还了贷款和农民工的赔偿，最后去督察那里自首了。自首之前，他找到我，让我念在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上，好好照顾王丽。我答应了。村民们纷纷感慨：真是报应啊！当初他那么嚣张，现在落得这个下场，都是他自己作的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要不是他忘恩负义，也不会变成这样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陈阳也真是大度，要是换了别人，肯定不会答应的。其实我不是大度，我只是觉得林浩已经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。从那以后，我只是一心一意地经营着我的陈家酒坊。在周万山的帮助下，我的酒坊越做越大。我按照当初的计划，扩建了酒坊，新建了20个发酵池，还引进了先进的灌装设备，提高了生产效率。但我始终坚持用传统的工艺酿酒，坚持用古井的水，坚持收购村里的优质粮食，绝不添加任何香精和色素。我的酒因为品质好、口感佳，口碑越来越好，不仅在本省和周边省份卖得火爆，甚至还远销到了大城市。很多城里的大佬都专门开车来到我们这个小村子，就为了买一瓶正宗的陈家老酒。这天突然有个穿名牌西装的老板找到了我。陈老板，我出5000万买你的酿酒秘方，怎么样？我摇了摇头，对不起先生，我的秘方是祖传的，不卖。那个老板见状，用手指比了个6000万的模样。6000万，只要你把秘方卖给我，我马上给你转账。我依旧摇了摇头，就算你出1个亿，我也不卖。秘方只是一张，真正值钱的是酿酒的手艺和良心。如果没有这些，就算有了秘方，也酿不出好酒。男人见我态度坚决，只能遗憾地走了。周万山听说了这件事，笑着对我说道：“陈阳老弟，你可真是个倔脾气，6000万啊！多少人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，你居然说不卖就不卖！”我告诉周万山，钱是赚不完的，我只想把奶奶的手艺传承下去，让更多的人喝到正宗的陈家老酒。转眼之间3年过去了，陈家酒坊已经成为了知名的白酒品牌，每年的销售额超过了1个亿。我在村里建了新的厂房，还修了一条通往镇上的水泥路，方便村民们出行和运输粮食。酒坊的工人也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了现在的200多人，几乎解决了村里所有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。村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子，买了小汽车。可这一切都离不开奶奶的在天之灵，离不开周万山的帮助，更离不开全村人的支持。这天，我正在酒坊里检查新酿的酒，周万山带着一个人走了进来。来人穿着一身素雅的棉麻长衫，戴着一副细框眼镜，手里拎着一个磨得发亮的牛皮笔记本，看起来文质彬彬的。他一进门就停下了脚步，鼻尖轻轻动了动，眼神里满是惊叹。这就是陈家酒坊的味道啊，和我记忆里一模一样。他语气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，我有些疑惑地看向周万山。周万山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陈阳老弟，这位是苏文清先生，现在在省大学教民俗学，专门研究咱们的传统酿酒工艺。说起来，他和你奶奶还有一段渊源呢。”苏文清连忙上前一步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眼眶微微泛红。陈老板，我终于找到这里了。我叫苏文清，很多年前是你奶奶资助我读完了大学，要不是她老人家，我根本不可能有今天。我心里一惊，连忙请他坐下。苏文清喝了一口我递过去的陈家老酒，缓缓说起了往事。很多年前，苏文清家里穷，考上大学却凑不齐学费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是奶奶听说了这件事，主动给他寄去了学费，还每年都给他寄生活费，直到他毕业。奶奶从来没要求过他什么，只说让他好好读书，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想回来看看奶奶，可等我终于有能力报答她的时候，却听说她已经不在了。
说这，苏文清忍不住地擦了擦眼角。后来我一直在打听陈家酒坊的消息，直到前段时间在酒展上看到了陈家老酒的牌子，才知道你把奶奶的手艺传承下来了。我听了心里一阵温暖。奶奶这辈子就是这样，心善，见不得别人受苦。苏教授，你太客气了。奶奶要是知道你现在这么有出息，肯定会很高兴的。苏文清点了点头，从包里拿出一叠资料。陈老板，这次我来，除了看看奶奶的酒夫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想和你商量。我想帮陈家老酒出本自传。我和周万山都愣住了。自传？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。苏文清看出了我的疑惑，解释道：陈家老酒的酿造工艺是真正的传统手工技艺，从制曲、发酵到蒸馏封坛，每一步都有讲究。尤其是这口古井的水和奶奶传下来的分寸感是独一无二的。出本自传不仅能保护这门手艺，还能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白酒文化。周万山听了苏文清的话，眼睛瞬间一亮。这是好事儿啊！陈阳老弟，要是能出自传，咱们陈家老酒的名气就更大了，而且这也是对奶奶最好的纪念。我沉吟了片刻，点了点头。好，苏教授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只要能把奶奶的手艺传承下去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从那天起，苏文清就住进了酒坊。他每天跟着我和工人们一起干活，从凌晨3点制曲开始，一直到晚上封坛结束，寸步不离。他手里的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。有一天下班后，他突然找到我，开始和我夸夸其谈。我之前觉得传统酿酒靠的是经验，不科学，但跟着你这几个月，我才发现，所谓的经验，其实都是老祖宗们经过上千年摸索出来的科学规律。比如翻温的力度，其实是为了让酒杯和空气充分接触，控制微生物的繁殖速度；摊凉的温度是为了让酵门菌在最适宜的环境下发酵。这些东西不是光靠一张配方就能学会的。我深有同感的点了点头。是啊，奶奶当年也这么说。她说酿酒就像做人，差一点都不行，火候不到，心不成，酿出来的酒就没有灵魂。苏文清把我的话记在了笔记本上，郑重地说：这句话我一定要写进自传里。陈家老酒的灵魂从来都不是那张秘方，而是酿酒人的手艺和良心。出自传的过程并不顺利，有几家外地的酒厂听说了这件事，恶意向有关部门举报，说我家酒坊的生产环境不达标，工艺不规范，还说我们的酒添加了不明成分。一时间各种流言蜚语传了开来，甚至有一些经销商开始动摇，打电话来询问情况。周万山气得不行，要去找那些酒厂理论，被我拦住了。周哥，清者自清，他们越是这样，我们越要沉住气。只要我们的酒品质没问题，就不怕别人说闲话。我带着苏文清和各位专家们走遍了酒坊的每一个角落，从原料仓库到发酵池，从蒸馏车间到储酒坛库，我把每一个生产环节都展示给他们看。我们的粮食都是从村里收购的优质粮食，每一批都有检测报告。我们的生产流程严格按照传统工艺执行，每一个步骤都有记录。我们的酒从来没有添加过任何香精和色素，所有的香味都是粮食和时间的味道。专家们还随机抽取了几坛不同年份的酒，送去权威机构检测，检测结果出来后显示全部正常。那些恶意举报的酒厂，最终因为捏造事实受到了有关的处罚。在我出自传的这段时间里，酒坊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徒弟，他叫小石头，今年19岁，父母常年在外打工，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。小石头性格孤僻，不爱说话，经常在村里惹是生非。村长找到我，希望我能收留小石头，让他在酒坊里干点活，混口饭吃。我看着小石头那双充满叛逆的眼睛，想起了自己小时候。奶奶去世后，我也曾经迷茫过，是酿酒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于是我点了点头，把小石头留在了酒坊。一开始，小石头根本不愿意干活，整天偷懒耍滑，还经常和其他工人吵架。有一次，他偷偷把一坛刚酿好的酒打翻了，还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不就是一坛破酒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”工人们都很生气，要把他赶走。我拦住了他们，随后默默地拿起工具清理地上的酒液。清理完后，我指着酒坊里忙碌的工人们，他们每天凌晨3点就起床，守着酒窖10几个小时，翻掘、摊凉、蒸馏，每一步都不敢有丝毫马虎。他们酿的不是酒，是自己的心血。你打翻的那坛酒，是他们辛辛苦苦1个月的成果。小石头低着头，沉默了很久。突然，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杨哥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捣乱了，我一定好好学酿酒。从那以后，小石头像变了一个人。他每天第一个起床，最后一个睡觉，跟着我认真学习每一个步骤。别人翻1遍，他就翻2遍；别人记不住的温度和时间，他就写在手上，随时看。他的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，脸上晒得黝黑，但眼神里却多了以前没有的坚定和光芒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他在酒窖里对着一坛刚封好的酒，小声地说道：“酒啊酒，你一定要好好发酵，等你酿成了，我就寄给我爸妈，让他们尝尝我酿的酒。”我站在门口，欣慰地笑了。我知道陈家的手艺又多了一个传承人。
半年后，好消息传来了，陈家老酒的酿造工艺成功的出了自传。消息传到村里，整个村子都沸腾了。村民们自发的来到酒坊，敲锣打鼓，放起了鞭炮。村长激动的握着我的手：“陈阳啊，你真是咱们村的骄傲。”苏文清也高兴的说：“陈老板，恭喜你！”当晚，我带着小石头来到了奶奶的坟前，我给奶奶倒了一杯陈家老酒，洒在坟前。奶奶，您看，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，我把陈家酒坊重新开起来了，还把您的手艺传承下去。现在全村的人都过上了好日子，您在天上可以放心了。小石头也恭恭敬敬的给奶奶磕了3个头。奶奶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跟着陈阳哥好好学酿酒，把陈家的手艺一代一代传下去。微风拂过，坟前的松柏轻轻摇曳，仿佛是奶奶在回应我们。回到酒坊，苏文清拿着刚印刷好的陈家老酒酿造记忆找到了我。书的封面是那口古老的井，旁边写着一行字：真正的秘方是手艺，是良心，是代代相传的坚守。我翻开书，里面不仅有详细的酿造工艺，还有奶奶当年的故事，有酒坊的历史，有村民们的笑脸。看着这些文字和图片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酒坊的院子里，工人们正在忙碌着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酒香。小石头站在发酵池边，认真地翻着胎，他的动作已经越来越熟练，越来越沉稳。我走到古井边，舀了一瓢井水，喝了一口，甘甜的井水顺着喉咙流进心里，让人回味无穷。我知道，只要这口井还在，只要还有人愿意用心酿酒，陈家老酒的香味就会永远飘散在这片土地上。而那些关于善良、坚守和传承的故事，也会像这老酒一样越陈越香，流传千古。